每年农历5月，开始了黄油蟹的季节。丰沛的端午水发之后，紧跟着烈日暴晒，产卵的成熟雌性青蟹，在雨淋、日晒交替作用下，体内积聚的蟹膏逐渐融化，变成金黄色的油质，然后再慢慢渗透至体内各个部位。就这样，一只身价金贵的黄油蟹炼成了。郑有才是潮州人，20年前他就开始接触这种顶级食材。今天，他准备去捞起今年的第1批黄油蟹。係啊，今日有日頭啊，吹冷風啊。哦，呢隻高蟹，冇都係高蟹。哦，有咗，好彩有捉咗一隻黃油蟹。你話黃蟹真係好靚，一手黃油蟹，佢夠老嘛，又夠黃嘛。好，應該仲有一隻啊，我話得一隻啊，一個黃5、6隻有一隻。2年前，郑有才一家在珠江口承包了这1万亩的水面，开始人工养殖黄油蟹。珠江口嗰啲蟹全部食蜆啊，唔同人哋嗰啲食固蜆，我哋全部食白蜆，食呢啲白蜆，大海嗰啲白蜆好靚，啊，一日落2、3千包。在福永，1000只母青蟹可以转化成3到5只黄油蟹。物以稀为贵，所以称蟹王。阿細路啊，今日捉到更多油蟹。攞2隻嚟蒸啊，應該好靚嘅。好，你攞2隻嚟蒸啦啊！今年的第1批黄油蟹，郑有才特意留下2只自己吃，测试品质。好，好，開始蒸翻落去蒸。頂級的黃油蟹必須全身完整，只要蟹身有一點殘缺，黃油就會從縫隙中流完。所以，對黃油蟹來說，清蒸是最完美的。來，熟啦，啊，大佬裏面啊，哇，夠香啊！蒸好的黃油蟹揭開蟹蓋，一股特殊的蟹油香味撲面而來。蟹蓋上一層黃澄澄的蟹膏，油質甘香嫩滑，美味獨特。哇，好用好用！但係靚啊，好啊，入面全部油。冇油。掀開蟹蓋，撕開蟹腳，金黃的膏汁與肉融在一起，用嘴吮吸，滿嘴都是濃郁的蟹膏，齒頰留香。今年的黃油蟹品質不錯，能賣個好價錢。鄭有才懸着的心放下了。第2天一早，客商按約前來提蟹。喂，阿楊生，你好，今年又來啦。係啊。楊福郎是廣東一家大蟹行的負責人，因為黃油蟹金貴，每次提貨他一定親自把關。有靚蟹就好。珠江口呢度最乾淨嗰啲。黃油蟹有蟹中之王的美稱，其價格是國產重蟹之冠。頂級的黃油蟹會賣到2000元一隻，楊福郎挑得特別仔細。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行內講嘅頭手黃油蟹。係最靚嘅黃油蟹。呢啲部位咧就花油花刀，關節嗰度我哋睇嘅黃油蟹。佢呢啲關節嘅部位，呢個就係頂級同埋一般嘅黃油蟹嘅差別啦。呢個係通透油亮，成個光澤非常之靚。咁呢啲咧就暗淡啦。咁我準備今日帶200幾隻翻回去。好。把蒸好的黃油蟹拆解，
蟹肉、蟹膏混合瘦肉嵌入面皮，变成了极其奢侈的黄油蟹小笼包。热力熏蒸，让黄油蟹的鲜甜融入馅料，柔韧面皮将汁水锁在方寸之间。甜的时候把它用那个磨一下吗？它是一个仿原生珊瑚礁的一个原理做成的一个人工生态礁。那么它的主要目的是，我们可以把珊瑚种植在上面。廖宝林是一名海洋环保工程师，也是广东珊瑚礁普查项目负责人。2006年，他从广东海洋大学毕业后，就一直从事珊瑚礁保育工作。珊瑚的有性繁殖1年只有1次，廖宝林主要依靠的是珊瑚的无性繁殖。珊瑚的无性繁殖相当于嫁接，剪枝下来后，珊瑚组织会延伸长大，覆盖整个礁盘。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2/1000的珊瑚礁，却养育着全球1/4的海洋生物。其中不乏一些在人类餐桌上名贵的食材，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。石斑鱼是温带、热带海洋特有的，每个珊瑚礁下面都可以发现1、2条石斑鱼。野生石斑体长口大，有尖齿，表皮色彩艳丽，肉质鲜嫩紧致，在粤港澳地区是极为名贵的海鲜。深圳市大鹏新区，全国唯一以 GEP 为考核标准的区，自然资源资产在这里被归档建表，这是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的标准。2个月前，廖宝林接到一个任务，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委托廖宝林所在的组织，在大澳湾投放20个人工生态礁，种植4000株珊瑚幼苗。它会晃来晃去吗？对，我预埋的孔的话，包括全部已经算好了，直接压上去，用垫片一压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去我们今天要投礁的那个海域，去那边把礁盘投下去，然后在那边种珊瑚。今天是投放礁盘的日子，廖宝林一大早便赶往大澳湾。20个礁盘的任务不轻松。成哥，翻水產碼頭嗰度。廖宝林就在这附近的海区发现了石斑鱼，招呼大伙赶紧忙完，晚上加餐。广章，你等一下下去把篮子分好，其他所有人都从一个点下去，不要分散开来了。第一队下去的就在第一个盘，然后你们就各自完成各自礁盘上的，把那个珊瑚放进去就好。廖宝林组织了300多名广东的潜水爱好者，充当珊瑚种植的志愿者。因为要把珊瑚种到礁盘上这道工序，必须在海底完成。我们尽我们现在的所能去恢复这个环境，但至于
它今后的发展怎么样，我们不敢保证，但是我们尽我们一份力去做。因为水下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廖宝林尽量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。每次的潜水作业不会超过1小时，在这1小时里，1000株珊瑚被种在了海底。2年后，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将极大地得到改善。无的意思就是有米不见米，只取米精华，把米熬成粥水，以米汤为火锅底。廖宝林今天钓的石斑鱼有4斤重，石斑鱼是越大越嫩，越是密实细腻，很有嚼头，烫1分钟即熟。米汤粘稠，可以充分锁住石斑鱼的营养和水分，入口鲜滑，浓郁海味搭配大米清香，荤素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开了就可以了，不用煮太久。还是这样吃比较新鲜啊。嘿嘿。吃。我吃老了不好吃的。对于大海，廖宝林有自己的感恩之心。就地取材，适度取用，才是人与自然融洽的相处之道。鱼烂了就不好吃了。